发烧让人感觉很糟。我们常常会吃药把它压下去，但是这样做到底好不好？原来发烧是对抗疾病最古老的防御手段之一。它究竟是什么？又是怎么增强免疫力的呢？得了发烧之后，是不是该吃药来对抗它？在地球上，生命能够在-10°C的寒冷深水到120°C的火山喷口之间存活，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就难逃死亡。每种动物或微生物都有一个最适宜温度区间，以及一个虽然有压力但还能撑一会儿的区间。对人类来说，你理想的体温就是细胞工作效率最高的温度，也就是整体最适应环境的温度。我们人类是恒温动物，要耗费大量能量把体温维持在大约37°C。看上去很浪费，但这可能是一种防御适应，因为我们的体温几乎让我们彻底对某些致命真菌免疫。很多体温更低的动物和它们的体内环境就会被真菌感染，但我们体温高，不好下手。发烧其实就像给想要入侵你身体的微生物来一次世界气候变迁的打击。它会把这些入侵者推离他们的最佳温度区间，让他们觉得环境简直糟透了。科学家推测，发烧至少在6亿年前就演化出来了，而且在很多动物身上都能看到。比如鱼会游到更暖的水域，蜥蜴会跑到太阳底下晒，蜜蜂会让蜂巢里的空气升温。而我们这些恒温哺乳动物，办法更直接。假设你同时被细菌和病毒入侵，而且来势汹汹，你得尽快把它们的扩散速度压下去。发烧就是你第一道防线的一部分，由一种叫致热源的化学物质启动。它们飘到大脑，被特殊受体接收，然后把你的体温调节器往上拧。首先你会开始发抖，骨骼肌高速抖动，产生大量热量。同时，皮肤表面的血管会收缩，减少体表散热，让皮肤变冷，而内部却在燃烧。发烧是全身性反应，要耗费身体很多能量。体温每升高1°C，你需要多燃烧大约10%的热量才能维持生命。发烧也会强迫你躺下休息，省点力气，好让免疫系统专心作战。再回到战场上，一开始细菌想在你体内悄悄行动，可现在它们切换成了全速繁殖模式，想要尽可能快的增殖，需要很多资源，压力也很大。就像一边跑马拉松，一边吃大餐，还要生孩子一样，最不需要的就是再加点压力。所以你的免疫系统就用炎症来加压，让体内涌进大量液体、攻击蛋白和免疫细胞。这对细菌已经够可怕了，发烧更是雪上加霜，让环境温度骤升，对它们而言简直是世界变火海。高温会破坏它们的细胞器，撕裂细胞膜，损害 DNA， 阻碍蛋白合成，让细菌吃尽苦头。不过你的细胞也会受影响。除了免疫系统外，你身体几乎所有系统在发烧时都会工作得更差。免疫细胞却会变得更厉害，像中性粒细胞会更快被召集，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更能吞噬敌人，杀手细胞也更凶猛。同时，发烧会让免疫细胞把敌人需要的关键营养物质，比如铁、葡萄糖和谷氨酰胺都抢走，把战场变成了资源荒漠。病毒的日子更难过，比如引发感冒的鼻病毒，就只能在比较凉的呼吸道里生存，而我们体内其他地方太热了。发烧让成千上万被病毒感染的细胞更加压力山大，它们正努力疯狂制造病毒，内耗极其严重。随着温度继续升高，这些过度紧张的细胞开始惊慌，细胞器接连罢工，于是它们大量制造热休克蛋白来进行修复。但这其实是陷阱，因为就连健康细胞也会做出热休克蛋白，可是如果某个细胞做得太多，就表示它过度紧张，不该再留。结果就是天然杀伤细胞和杀手 T 细胞会循着热休克蛋白的讯号找上门，把这些细胞以及里面的病毒统统干掉。既然发烧这么厉害，那为啥病菌不适应一下高温呢？发烧已经存在于这么多不同动物身上，经过数亿年，它怎么还这么管用？有种说法是，发烧其实玩了一手智取进化的把戏。
如果有微生物在发烧的环境里撑得久，就会通过自然选择演化出更能耐热的后代。可是，一旦他们在尝试感染新宿主，体温正常的人，就会发现新宿主对他们来说又太冷了。耐热的菌株要和喜欢凉一点环境的表亲竞争，而那些表亲更有利于感染体温正常的人。于是发烧就让病菌陷入了一个两难的演化困境。像麻疹这类严重病原体，就用打完就跑的战术疯狂复制。一旦全面发烧上来，它已经在你体内搞出一片混乱，然后迅速传给下一个受害者。等你免疫系统压制它时，伤害已经造成。发烧是你免疫系统那幅大拼图里相当有效的一块，能够从各方面同时打击和施压敌人。可要是发烧这么管用，为啥我们生病时还要把它退掉呢？我们习以为常的去药店买感冒止痛药，但其实像阿司匹林、布洛芬这些比较温和的药，只是上1-2个世纪才开始普及。在此之前，人类历史上可没这么容易能买到止痛退烧的药。痛固然不好受，但这是身体让你感觉该好好躺着休息的信号，并不是漏洞，而是免疫系统的特性。可疼痛跟发烧通常一起出现，所以一般的止痛药，比如布洛芬和对乙酰氨基酚，也能把发烧压下去。尤其对孩子，很多家长或医生会急着退烧，可能是觉得发烧本身就是病，或者怕发烧会造成长期伤害。通常来说，只要体温低于40摄氏度，或者大约104华氏度，发烧并不可怕，也不一定非得治疗。但也确实有些人不适合发烧，比如孕妇、老人或身体极度虚弱的人。对他们而言，额外的体温压力可能有危险。超过40摄氏度，则对任何人都不妙，往往是体温调节系统出问题。在一些严重疾病情况下，情况就更复杂了。有研究显示，像流感或水痘这些病，吃退烧药并不会让你好得更快。但要做这种临床试验也很难，涉及伦理问题。有次研究把重症病人做强力退烧，结果死亡率飙升，实验只好终止。整体来看，证据都指向在严重感染时，有发烧的人似乎存活率更高。也没有多少临床证据显示退烧能带来更好的康复结果。当然也有例外，比如神经性损伤或中风这些情况，还是需要更深入研究。那么，到底该不该用药把发烧压下去呢？最好还是跟医生商量，而不是只看网络影片。基本上，这件事涉及取舍，如果发烧没高到危险，你也能忍，那其实是在帮助免疫系统，说不定还能更快好起来。但如果你真的难受，又没什么基础疾病，那吃药退烧止痛可能会让你比较快舒服下来，只是免疫火力稍微弱一点点而已。不管你怎么做，下次当你发烧难受时，可以想想，其实敌人在你体内过得更惨。